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荷花的拍摄。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爱莲说用荷花来比喻正人君子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拍摄荷花呢？它有4个特点，那就是简单、清雅、静谧、幽深。既然是拍摄荷花，自然要表现出它的高洁。在拍摄的照片中一定要干净，画面中的事物不要太多，不能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。拍摄荷花，我们可以只拍1朵就好。画面中尽量不要出现2朵、3朵、无数朵的荷花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照片中不该出现的杂物，使画面变得非常的干净。假如我们在拍摄时出现了杂乱的景物，我们要对画面进行适当的裁切。那么荷花的细节怎么样拍摄才好呢？有荷花而且有荷叶，这样有对比，照片的张力更强。而且从整体的色彩上来看，色彩更为饱满，更有层次。荷花在画面的正中心位置，绿色的荷叶在下面进行衬托，照片整体上看起来结构更加稳定。拍摄荷花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照片中不要出现多余的颜色，荷花本身的颜色加上叶子的颜色刚刚好。要拍出荷花静的感觉，那么我们照片中的颜色的饱和度不要太高，要恰到好处。如果颜色的饱和度过高的话，那么荷花本身就会显得浮躁，那样又怎么会表现出低调处事的君子呢？我们拍摄荷花的照片不要太亮、太刺眼，尽量不要有太强烈的光源出现，这样拍出来的荷花会显得谦虚、低调、与世无争。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荷叶将荷花轻轻地翘起，让有些变形的荷花更具动感。平时我们所实拍的荷花画面太普通，没有新意，那么我们可以动手来创作出一点新意。比如说利用烟雾来制造出鲜花仙气袅袅的感觉，可以营造出如梦似幻的仙境感。这种花非花，雾非雾，若隐若现的神秘气质，但是我们在放烟雾的时候要留意它的风向和公共场合是否允许。红花绿叶，大红大绿，难免会给人一种俗气土气的印象。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对色彩、白平衡进行调节，压暗荷叶的反光，让我们所拍摄的主体更为突出，让画面显得柔和和纯净，清新而脱俗。当我们在拍摄荷花时，也要注意一下意境，所以我们在拍摄荷花的时候，要在画面上预留出空白的区域，用以传达荷花的韵味与意境。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拍摄一些荷叶的细节。拍摄荷叶，我们可以从平视的角度对荷叶进行拍摄，让荷叶弯曲在照片当中，形成优美的线条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这张荷叶的照片拍的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？盛开的荷花无疑是最美丽动人的，不过以荷花作为主体的拍摄也是最普通不过了。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一瓣、一蕊、一叶、一茎这些局部细节上，反而倒容易拍出新意来。拍摄荷花差不多是我们每一个喜欢摄影的人在夏季都会做的事，也正是因为拍荷花的人太多，所以荷花的拍摄成了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困难的事。在拍摄荷花时，我们要注意3个不要。第一，荷花主体不要塞满画面。第二，不要拍摄多朵，主次不分。第三，不要瞎拍、乱拍。我们在实际的拍摄中要借鉴已有的
拍摄技巧和表现形式。摁下快门的时候，我们要思考如何拍摄是否合理，以及拍摄效果的预估。有人对摄影技术水平做出了很经典的总结，说的是一流水平玩头脑，二流水平玩技术，三流水平玩器材。仔细想一想，很有道理。因为摄影不是简单的对自然界的复制，而是一种艺术思维创作。这种思维靠的就是相机后面的那个头脑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